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国有三不祥”啊。这句话是春秋时代的晏子说的，意思是说啊，一个国家有3种不祥之兆啊，也就是3种不吉利的啊，就是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啊。一国的国君或者主政者啊，如果不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跟信任人才，甚至糟蹋人才，这个对国家的伤害是无法估计的哦。其实不只是对国家是这样子的，对企业团体跟任何的团体、宗教团体也是一样，都是相同的啊。兴衰跟成败都决定在用人的问题上面呢。所以正言上人也曾经在开示中提到晏子这句话哦。历史的事实也告诉我们，用人不当造成施政的错误啊，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呢，那这个是比贪污还更严重、更可怕哦。那晏子是齐景公的大臣，他讲这句话呢，是在告诫国君齐景公，告诫他说，一个国家有3种不吉祥的事情哦。第一个，贤而不知，国家明明有贤能的人，君王你却不知道，这就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情了。这是在告诫齐景公，你要懂得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啊。第二个，知而不用，国家明明有贤能的人，你却不任用，这也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情。这是在告诫齐景公，要懂得重用贤人的人才，用人为才的意思啦，叫做选贤与能。第三个，用而不任，国家虽然有在任用有才能的人，然而却对这个人才呢不信任，用他而不相信他啊，这个更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情啊。那这个是晏子在告诫齐景公要信任人才了，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了。有怀疑就不要用，既然用了就不要怀疑。其实这样的道理呢，不只是适用于一个国家啦，对领导者、经营管理者或领众者，这句话都适用得很。所以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啊，带人不是只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还要给予信任、重任，并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这个是正言上人的透彻人性，因为上人深信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也就是俗语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嘛。这就是管理学里面呢所讲的人性管理跟目标管理啊。强调如果要激发或开发一个人的潜能，就要赋予信任、重任跟责任，这样庸才都会变成人才啊。因为有荣誉感跟使命感的驱动啊，在这样子的激励之下呢，每一个人都能发挥无限的可能嘛。其实这个可以从慈济志工的团队看出端倪哦。因为志工中大部分可以做志工，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啦，或者家庭主妇啦，时间多一点嘛。那他们本来什么都不会，也免缴学费，但保证交到会。只要你肯做的话，你有学习的话，就有成长的机会嘛，对不对？就有学习的机会了嘛。学习到什么？学习到了聪明、经验跟能力啊。虽然这些还是属于世间法的领域啊，但是没有世间法的俗事，就无法印证出世的精神哦。出世的精神就是智慧啊。这些都是被正言上人这种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这种用人哲学所教导出来的。这也是正言上人对弟子们的信任。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让弟子们在充分被信任之下呢，激发潜能出来所以才说名师出高徒对不对那晏子认为一国之君
如果对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哦，并认为这个就是危机哦。然而我们可能会质疑哦，如果我们身边的臣子也好，主管也好，或干部也好，他有人格上的瑕疵或深重的恶习，令我们无法信任，那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我们还要继续相信这个人吗？这个是很合理的怀疑啊，没有错哦。那所以这个要分2个部分来探讨。第一，如果是在讲究竞争跟工作绩效的盈利企业团体里面啊，那可能会采取快刀斩乱麻这个果断处理的方式啊，以疑人不用这个思维呢遣散，来解除公司暗藏的危机啊，用人不当啊。而如果这个员工对公司的危害或影响已经达到严重的地步了，必须速令其离开，刻不容缓的地步了，那这个时候呢，公司甚至会采取不必照劳工法令，给予离职前1个月的通知哦，而是先预付他1个月的薪资，请他立即走人。这样的被遣散者不必上班，你可以马上走了，但是我也还是先拿1个月薪水补你啊，他感受比较好，他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公司也立即杜绝后患嘛，这是企业团体里面的做法啦。第二，如果是在修行团体里面，那既然是要来度化众生、净化人心，好，那就是正言上人普天三无里面的其中一个嘛。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嘛。即使明明知道这个人恶习深重，习性深重，难改，还是要接纳他、尊重他，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习气啊，凭什么去批评别人呢？对不对？那结了好缘之后，再来慢慢教育他、导正他，让他在长期被关怀之下呢，最后改往修来，从此脱胎换骨，因为他就是我们要度化的人呐。那也很可能我们是别人要度化的人呐，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啊，这样做才能契合佛法所说的恒顺跟圆满的精神啊。这也是在修行团体里面一些哪个宗教团体都一样的哈。许多原本看起来是无用之术，最后却变成有用之财，这种浴火重生的感人故事很多嘛。那以上所讲的这个是针对用而不认这句话，企业团体跟修行团体里面各有不同的诠释跟处理模式啊，所以还是要看用在哪里啊。既然人家有缘来做志工，也有心扛起重任，而且付出无所求我们就要用人不疑啊。他是真心要来这边修行改善自己的，他不是要来捣蛋的，没有人故意的。即使对方是能力不足，或经验不够，或者频频犯错，我们也是要同理心来善解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我们也不是经验很丰富进来当志工的对不对？不是吗？所以唯有心存感恩跟尊重，这样人家才会继续做下去嘛。这就是在成就别人的慧命也就是成为别人的贵人然而有时在用人的思维上，也不能完全以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把这个拿这个当原则而感情用事胡乱内用也不可以如果这个人在人品上、忠诚上、专业上或经验上有不适任之处，而令人有所怀疑与不确定感，虽然我们还是心存感恩跟尊重，但是还可以透过善巧跟圆融的方式，让他的工作做适度的调整来达到人事其职并没有要他走并没有要他离开只是转换个工作而已就好像一个足球队嘛，有前锋专长的人就让他担任前锋位置适合守后卫的就让他当后卫适合担任这个守门员的就让他去负责看守球门那可能刚开始他当前锋不适任那就把他调开去当后卫多当其他的这个调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嘛如果说误解
对别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那误解这样的道理啊。错将前锋当作后卫，后卫让他去守门员，还说对别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这样人不视其职的这个错乱安置必然招致无法尽其才的结果，最终将因自乱阵脚而失败收场。这个也是要很注意的啦，这是不懂得知人善用，跟对别人有没有放心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是两码子事啊，扯不上关系的。能理清楚这样子的区别而有所取舍，这也是一种分别智啊。对别人要放心，就是要学习用人不疑，并且凡事不要操心烦心，而是自己要多用心。但这个并不意味说贪赃枉法的时候呢，我们还要信任他所作所为啊，这样就变成是非不分了嘛，这样不对哦。虽然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再计较或烦恼也是无济于事，我们只好适时放下，但还是要相信人心可以耐心导正跟及时挽回的，对这个要有信心，因为人性本善嘛，只是一时糊涂啊，这个时候需要有贵人把它导正回来啊，把那个污染的镜子把它擦干净啊。好，所以要相信每一个人不是故意要做错事情，要信每一个人不是天生爱讲是非，要信每一个人不是喜欢自己有习气，信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被尊重，信每一个人来当志工都是想改善自己的。一言以蔽之啦，就是圣严上人所讲的啦，信己无私，信人有爱。那对自己有信心呢，就是在承担的过程中呢，发掘自己的智能。志略深远的人呢，才能给别人信任跟重任呢。他很有信心，很有把握。没关系，你不懂，我教你。这个自己有信心啊。那这也是给人家成长的空间，也是一种成人之美了。孔子称这样的人叫君子啊，成就别人呢，有成人之美啊。要这样就要多学习，多承担呐。承担越多，就是学习的机会越多了。学习越多，经验就越丰富了。经验越丰富，能力也跟着提升的啦。能力一旦提升，信念自然坚定不移啊，很有自信，自信满满。那信心一起，力量全涌嘛。信心就是力量啊，那这样成功在望啊。对。那以企业团体来讲呢，不但要发掘人才，还要重用人才，并且有计划的培训跟储备人才哦。那像这样人才养成计划是一个成功企业的宏观跟远见，也是必备的竞争条件。你没有这样子的竞争条件，你就很难跟人家竞争的啦。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名闻全球啊。成功关键就是它拥有强大的半导体人才。成功虽然是很多条件的具足了然而人才是重中之重啊，以人为本嘛，是制胜的关键因素啊。因此商场如战场，如果无法体会或做不到晏子所讲的这个国有三不祥这个道理那就等着被淘汰咯。慈善团体也不例外。慈善团体尤其是修行团体，慈善团体跟修行团体还是有不一样的虽然强调随缘跟无争修行团体强调的是随缘跟无争然而要善事做得有效率，救灾救得很及时，渡人渡得很对机，不可讳言，也是要有训练有素的团队来投入嘛。这些都是很有经验、很有理念的团队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而这些团员们能否共知共事，能否让他人尽其才、人事其职，这也是成败的关键因素有钱虽然可以济贫但是没有人的话，却是做不了事做不了教父的工作。教父就是要人去教有人，但是没钱，
也就是有志工，但是善款不足，这个还好解决，还可以靠人去募信募爱募款啊。因为一般人是出钱容易出力难呐，行善布施是学做好人啊，那这样的人很多，有爱心的人嘛。但是出力当志工是学好好做人呐，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啦，那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哦，要靠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才有办法。这个从捐钱的善心人士很多，但能够来做志工的人就没那么多，可以看出一斑呐。然而，如果能一边学做好人，一边学好好做人，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两个双轨并行，就叫做悲智双运呐。那虽然善款对一个慈善团体的顺畅运作很重要，然而能广纳人才，这更是无形的资产哦。尤其一个道场的人气旺啊，一个道场人气要旺啊，它才会有道气啊。道气充盈的道场啊，它本身就能够摄受人心呢、因为人深入其境会怎么样？满心欢喜，如沐春风嘛。那很容易心就被摄住了、那人心一旦被摄住哦，被净化、被启发，善款自然源源不绝啊。募到他的心，就能够募到他的善款呢，一样的意思嘛。也因此呢，正言上人就提醒慈济志工，要把精神用在募心、募爱、募人，而不是募钱、募款。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呐。那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如果主其事者心胸不大、心量不足，甚至还我执很重啊，不但不重视人才，就刚刚讲的三不祥嘛，对，也不懂得充分授权啊，总是不放心别人，这就是刚刚讲的对人不放心，对自己没信心嘛。也就是刚刚燕子讲的国有三不祥嘛。那有些当主管的甚至还会处处去防备人才担心别人的能力胜过自己，而让自己的地位不保。团体中如果有这样子的现象，就是燕子讲的不祥之兆，很不吉利啊。其实一个团体，我们只要深入其中啊，或跟他们互动一段时间呢，就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是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呢，还是离心离德、貌合神离呢？这就是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啦。那要观察一个团体也是一样啊，就看看这个团体里面的人的每一个人，他们是用什么心态跟方法在做事情，做事的念头跟动机是什么？再看看大家是否做事人当下的身心是否都能够安住，是否人在心也在，叫做很自在，是否人人做事都能够循规蹈矩，遵守道规，如理如仪。不用看其他的，就观察这几点就好了。那这个团体是什么团体？这个据点有没有道气？那就人烟收哉，人烟收哉的啦。什么意思啊？就是掩饰不了了啦，就一清二楚的啦。这个道理就是孔子讲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烟收哉，人烟收哉”。人烟收哉的意思就是说，你无法隐藏啦，你也无法伪装的啦。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呢，事必躬亲呐，否则就不放心了对人一点都不敢信任即使别人正在帮他做事情他还是紧迫盯人的，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会放心。甚至别人一边做，他在旁边一边指指点点的这样子的人呢，对事事都很紧张，也很操心的。久而久之呢，会造成对人对事都没有信心。这样子的人，如果在家里生活会很难清安自在神经就绷得很紧，也会给家人或者是晚辈呢非常的困扰了，什么事都要插手不是吗？那如果是在团体里面呢，虽然是在发心这样的人虽然他发心在为人群付出了，然而事事很容易落入事项，执着事项，而招感的烦恼虽然来做志工是行善造福
是有功德没错啦，但却变成有漏的功德，那功德漏光光了，就很可惜的，不是吗？其实一个国家的兴衰，或一间公司的成败，或一个团体的进步或退步，都是取决于人的作为的。所谓事在人为，就是这个意思嘛。而事在人为也是跟用人的人跟被用的人有关呐，两个用人跟被用彼此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互信，是事情成败的关键嘛。球员打球也是一样啊，球员之间彼此默契要够啊，彼此互信要够啊，对，默契不够，互信不够，就很难打赢的啊，对，互信才会有缘，不信就无缘，有缘就走遍天下，无缘就寸步难行啊。然而要相信，也不是说毫无根据或毫无理性就相信一个人哦，甚至是迷信一件事情呢，不是这样的态度哦。所以这个佛法很奥妙啊，很细腻啊，差一点就差很多，过头一点也过很多了，过犹不及啊，不是吗？相信一个人而去任用一个人，也是要建立在客观跟理性的态度上面。也就是说，既然任用他，就不要怀疑他；如果怀疑他，那就不要任用他。疑则勿用啊，用则勿疑啊，是信人跟用人的原则。这个可以作为我们来用人才的准绳呐。所以要避免落入这个国有三不祥的境地啊，就要知人、用人、信人三个一体才是理性的治国之道，也才是做人处事之道啊。这个道理不只适用于治国，治理一间公司或带领一个团体，也都是同样的道理哦。不管是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或者是对别人很放心，是对自己有信心这两句话都有他对的地方，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啦。值得商榷不是说他有错啦，而是都有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地方。话不能说死要看情形啊。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嘛。对，只要能够对机就是妙法。对，要刚刚讲商榷的余地，就是探讨的观点是什么呢？明明这个人常常犯错，或无法发挥他的强项或已经不再适用于目前这个工作岗位这样我们还要放心他、相信他而无所作为吗？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人跟事两个面向一般人处理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将人跟事合并处理，混为一谈也就是孔子讲的“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意思是说，如果以言举人，以人废言，就很容易造成感情用事而失去圆融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说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给人家肯定跟赞叹。我们凡夫很容易这样子看这个人不顺眼那连带的也否定他说的话了，这个叫做以人废言这样就不好。因此智者在面对人事问题时往往是将人跟事区隔处理，也就是对事用魄力，对人用亲和力。用魄力对事情的事情不会反弹用魄力对人会反弹造成对立所以人跟事要分开处理，事情才会化繁为简。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做事高调，做人低调，就是把人跟事分开处理也就是对事不对人我们常常讲我是对事不对人常常这样子讲不过要注意一点如果只是以理性处理，只是用理性在处理事情而忽略了以感性去尊重对方，这样对方会认为你所说的对事，理性对事，其实就是在针对他。这也是很容易造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嘛。这样就是
不圆融也不圆满呐，就会把事情搞砸了啦。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惨痛的经验呐，对不对？这种人情中的人事问题，实在是一门大学问。所以只是有智慧还不够啊，还要智慧圆融啊，这是更上一层楼啊。什么叫做智慧圆融啊？你用智慧去赞叹一个人，也很可能伤到另外一个人哦。我都用智慧讲话，怎么会伤到人？就是因为你有智慧，但是不圆融啊。举例来说，大家一听就懂了。2位志工的同时投入一个活动，都非常精进努力，结果让活动圆满顺利成功的完成了。活动完了之后，在感恩会上，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赞叹其中一个人，但忽略了另外一个人，这样就会让另外这个人听得很不舒服，很不开心，是吗？同理，活动中所有的组有很多组嘛，交通组什么接待组什么组，相机组很多组嘛，对。活动中很多的组都是用心在付出，你只赞叹其中一个你跟他比较有缘的组，却忘了或者忽略赞叹其他的组，其他的组肯定会很吃味啊，不是吗？这就是没有智慧圆融啊。所以不入人群，如何学习到这样子的大学问跟大道理呢？所以才说人群是道理的中心啊，不能离开人群啊。能做到燕子讲的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任啊，信任的任啊，已经很不简单了。不过这个还是很多人做得到，至少那些盈利的企业，在为公司创造利润的前提下，必须做得到，企业才能够生存下去啊。即使做到了，也只是世间法跟方便法的领域而已的。然而，要做到对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恩、尊重、爱，这个不是每个人做得到，因为这已经是出世的精神了，是政务的理念了。用世间法来处理世间事，这是人人都在做的事情。然而，如果能够以出世的精神来处理世间事啊，这样才能够彻底超脱人与事的纠缠，也就是可以进牛角尖，也可以出牛角尖，可以进入烦恼，也可以出离烦恼，可以进入是非，也可以不让是非缠身哦。要这样，就要学习彻底解脱自己的知见，顺逆得失都要学习，可提可放，这样才有办法进入无忧的清凉境界。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国有三不祥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